没有比话语更强大的力量了。所说的话语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要素。只有当你不开口时，人们才不认识你。张开你的嘴，说3个字，所有人就知道你了。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，如果我们只学习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如何说话，我们将会很好。这一集的影片，我们要来探讨如何说话。宜家快报，快乐的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宜家快报，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通常当2个人讲话的时候，那个在听话的人只听到15%，所以无论我们说了什么，如果我们不知道用一种可以让听到的人知道他在听什么的方式说，那么他根本就不会了解。所以当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了另一个人在讲话。为了我们的沟通关系或者任何关系，我们必须理解，不是我们说什么，我们想要什么，我们想什么，我们有多强大并不重要。我们也必须想象它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。那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，先想想，稍后再讲。想想我们怎么讲，可以让最后的结果是提升的。我们可以有时候听到，但是不行动。我们可以有时候说话，但是并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称那是有效率的，不是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并没有影响力。如果我们所说的所有话语都是有影响力的，那么作为一个人类，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创造的。说话的3种方式，和别人说话有3种方式，一种是说话 speak， 一种是讲话 talk， 一种是创造对话。对话 dialogue 是美丽的，是令人渴望的。讲话 talk 是痛苦的，就像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沟通。说话 speak 只是可以理解。对话是一种沟通式的交流，2个人说话以相同的频率，在同一时间，有着同样的热情，同样的慈悲，相同的人格和身份。有另一种语言，就是当你不说话的时候，没有被说出的话语，仍然你在说话。有身体语言，有被说出的语言，还有存在的语言。我们使用3种语言说话。我们大声地说，我们低声而已，我们经由我们的静默来说话。静默是神的语言，低声而已是爱人的语言，讲话是人的语言。而已的力量是有效的，作为一种情人的语言，一种带着情绪和情感的。而已是非常浪漫、非常舒适和非常有效的。沉默是最有效的方式。静默是如此强有力，可以让一切在他面前瓦解。我们说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说它。当我们开始要告诉别人一些事情的时候，首先试着要有礼貌。我们的尊重和尊严取决于我们话语的第一个语调。我们可以非常严厉地破坏和痛苦地说某件事情，但是如果我们以正确有效的方式说，并且认同我们自己，它会得到很好的尊重。同样的话语会导致很多的侮辱和痛苦，因为在声音流背后，我们的频率和电压是不正确的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1天内说出9个错误的话语，那么我们就会搞砸我们自己。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应该是有效的、有创造力的，
并且能被理解。无论我们必须说什么，都要有意识的来说。无论我们说什么，必须创造一种有创造性的工作。那个觉知和能力被称为应用意识。应用意识就是警觉。坦率地说实话。什么能让你变得伟大？人们可以信任你。什么能让你被信任？如果你坦率地说话，开始的时候要慢而小 ，small， 因为在 small 这个字中 ，small 包含了 all， 就是 all 全部。我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应该是一种肯定。学习，如果我们不说话，我们是美丽的。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明智地说话。为此，我们需要勇气、自信和甜美。勇气有一个秘密，你说话必须来自一个基地，你内在承诺语言的一个基地。如果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假我和个性，我们会一败涂地。如果我们的基础只是个人的经验，我们将会非常有限。如果我们是以咕噜的话语所形成的基础，我们永远不会被打败。我们的心灵是无敌的。幽默地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幽默来沟通，那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沟通。幽默是生活的香料。有时我们说很多严肃的事情，但是当我们让它们看起来幽默时，我们就能避免不良的反应。从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总是有效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们创造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投射的磁性心理。当我们说一个字的时候，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影响。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投射出我们话语的精神，我们所说的话是无用的，它是无效的。在一开始就有话语，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放进去时，话语就变成了一个整体，爱。当没有心的时候，它就是贪欲。审核我们的话语，我们有没有审核我们自己说话的习惯？我们有没有做这3件事情，变得觉知，在说话之前和说话期间审核它？直觉性的说话，直觉性说话来自我们与无限的合一，它来自一个承认没有分裂、障碍、分离或恐惧的地方。当直觉性的说话被充分发展时，我们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是没有不同的。直觉性的话语被称为恩典。我们是光，就像一个灯泡；我们的心智就像一个弓弦；我们的话语就是箭，射击使用我们的脉轮装备，我们将永远获胜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